日韩一笑泯恩仇，有件事情中国必须清楚，美国的控制非常精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日韩的突然和解，有件事情其实非常危险。最近日韩两国强行和解，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问题，整件事情的经过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。这次日韩的一笑泯恩仇，中国必须清楚一件事情。大家知道，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3月1号的韩国抗日纪念日上，代表韩国强行和解日本侵略史，引发了韩国舆论大地震。而日本得寸进尺的修改历史，更是把韩国人惹怒了。从月初到现在，韩国民众一直在组织抗议活动，尤其是关于韩国政府代替日本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个事情，变成了一场闹剧。3月11号，中国环球时报就注意到，有多个群体在韩国首都的市政府广场前举行集会抗议。但是很明显，这种没有美国组织、中情局策划的抗议活动是没有任何威力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却可以看到，韩国政府的这个行为的确是触碰到了韩国民众的认知和三观。但本来民调就很差的尹锡悦，却敢义无反顾地做这种荒唐的事情，本身就说明了美国对韩国的控制可能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而韩国财团在这件事情上甚至都没有太多的怨言。当然，韩国财团的妥协也是他自身经济结构的选择。在当前中国制造业全领域开花的背景下，韩国的造船业、造车业以及电子产品都受到了中国的正面冲击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与中国竞争，就剩下一个半导体作为唯一的生路苦苦支撑着，但这几年也被美国强行掐死。因此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拿捏到了韩国财团的痛点，让其听话。可以预见，随着美国用压力让日韩一笑泯恩仇之后，会打通日韩磕磕碰碰的芯片产业链，最后融入美国的芯片封锁政策，进一步打压中国企业。如果以目前的节奏发展，未来势必会形成日韩联盟，在我国东海方向构成威胁。显然，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上加速备战的冰山一角。未来对日韩两国的军事援助恐怕会越来越多，这点我们只能早做准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据乌克兰局势，美国大概率不会在第一时间入场，而是利用日韩两个仆从国试探中国的防御网。尽管从长远来看，日韩这是给自己在掘墓，但这两个国家本身就是以偷袭为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有朝一日，他们一旦受到美国的唆使，日韩会联合起来，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施舆论攻击、军事袭击、经济制裁、贸易打压等等。这点我们必须清楚，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